歡迎再回到環球大亂線節目現場。那這一趴呢，我們要討論的是美國總統川普今年幹了3件大事。第一件事呢，就是活捉馬杜羅，改寫了委內瑞拉的政權。第二呢，就是發動了我們剛剛討論的很多的美以戰爭，到現在都還是一個焦局。那讓這個中東再現漫天的戰火。那第三個，大家可能感覺没有那麼的切身的感覺存在感沒那麼強，没有前2個那麼洗版。但是就是美國在自家的後院呢，加勒比海瘋狂的打擊許多的毒梟跟這個運毒的行為，好，是非常高調的向毒品宣戰。但現在發生一件很糗的事情就是你美國這麼高調的，好像扮演我是一個這個緝毒超人的感覺，美國隊長的感覺，結果沒想到這個敵人就在本能寺自家的航空母艦竟然也染上了毒癮怎麼回事呢？根據美國這個《星條旗報》的報道，雷根號這個頗具盛名的一艘航空母艦，竟然有58名官兵涉毒這件事情是在2023年的3月其實就已經陸續開始傳出來。當然過程中做了很多的調查跟認證，然後最後做出的結果就是58個人裡面有6個人遭受到了這個軍事法庭的移送，另外52人也分別受到了行政的懲處。58個人在密閉的航空母艦上搞這個毒品派對，你可以想象嗎？這已經不是這個1、2個害群之馬說壓力大我要吸毒的一個個案，這已經是整個販毒網絡進入到美軍體系這麼嚴重的一個事情了。這無疑是甩了3軍統帥川普總統一個大巴掌你一個帶頭緝毒的人，結果你自家的官兵在後面這個 party 開心吸毒所以這件事情航母吸毒事件究竟有多精彩，揭開了美軍哪一些不為人知的黑暗面，我們交給調查專業的幹哥帶大家深入。這種事情你看到以後你會非常驚訝，為什麼？因為大家會想說，其實在全球的軍隊裡面，涉毒的事情已經不算是新聞了。我們台灣也很多可是今天我們要特別強調，這是在航空母艦上面，那就完全不一樣了。涉案的這個毒品叫什麼？叫做麥角酸2乙烯麥角酸2乙胺。2乙胺這種東西，坦白講是什麼呢？它就是一種半合成的一種興奮劑也是迷幻藥的一種。那這種東西，老實講一句，怎麼能夠上得了航空母艦？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啦。你會想說，奇怪，我們可能可以寄航空郵包寄來寄去，要寄到航空母艦上面去，那怎麼行呢？在一般的正規的毒品的流向之中，你會曉得有機場安檢，有 X 光機，有儀器，甚至有缉毒犬，這些你都逃不掉。可是上了船，那你就可能逃得掉。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那經過人是最容易突破的。這些郵件，你知道他怎麼寄來的？這個案子發生在2022年到2023年，這個水兵叫做塔克。塔克他每一次進這個就是這個毒品，他是一次250片到1000片。那你就想這麼多？沒有，其實我跟你講，一個拳頭這麼大而已。對，一個拳頭大而已，1000片也就這麼大。那他怎麼樣上的船？那就是因為他是一個老鳥、老兵，經過的安檢人員也是老兵，經過人，所以大家才想到說原來他可以在船上策動了58個人這麼大的規模的一個販毒網絡，所以被破獲的時候很驚人。他被破獲是什麼原因？是因為其中有一名水兵在上岸，因為他們雷根號航空母艦駐紮在日本橫須賀為母港，一個水兵放假上船，結果在路上的這個宿舍裡面墜樓身亡，因為他吸了這個藥片。這個藥片它的綽號叫 LSD， 然後可能很多人對他沒有印象。現在簡介一下，我們台灣的稱呼叫什麼？叫做搖角丸。搖角不是頭是腳不是，就是搖角丸。那他在現在的年輕人的昵稱叫做郵票，因為它就像郵票這麼一點大，或者叫做方糖這樣子。那這個算是在我們的國家算是2級毒品。那問題是這個毒品吸食之後，它呈現的狀態就是第一個就是我會飛，第二個就是你撞不到我。也就跑到馬路上，車子開過來，你撞不到我，那就是一種程度的迷幻藥就對了。那但是呢，它還有另外一種情況，就是說，如果你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吸食的話，你可能心情會更不好，你就會做出一些奇怪的事情。
為什麼？因為我現在接下來我就要講雷根號之外，還有福特號。福特號是不是從去年的9月派到了今年的6月，一直都沒有靠港，對不對？所以它發生了什麼事情？它發生了洗衣間大火事件。对，洗衣間被燒掉了，600個水兵的床鋪全被燒光了，害這些水兵只能夠睡在沒有床鋪睡，只能夠睡在地板上面。是，然後你說這個事情就已經非常離奇了，又發生了，怎麼搞的？那個真空馬桶啊，竟然10個裡面有9個堵到了，大家一聽就覺得這個絕對是人為的，這是人為，這不可能是就是系統出了問題，對，就是機械出了毛病，而是有人去做的。坦白講，這件事情到現在還沒有查出是誰幹的。為了這件事情，把整個福特號航空母艦戰鬥群5700名水兵全部攔下來，幹嘛？刑事調查。不讓你上船，已經在希臘的港口靠岸，也不讓你上船，放假去。為什麼？因為一定要查出來是誰幹的。現在美國海軍已經有初步的對象了。对。可是說一句實在話，對於這個航空母艦上這種事情，是等於是第一招，竟然涉毒。如果航空母艦上面有的話，其他的戰鬥艦艇可能也有。是。這就是對美國海軍軍紀一個最大的難堪跟考驗，我覺得這些事情茲事體大，非同小可。沒錯。好，剛剛幫我們提到了，不管是雷根號的毒品，還是福特號的失火跟這個堵塞的問題，無疑都是讓美軍一直號稱自己是世界第一海軍戰力這樣的威名啊，真的是把自己的招牌都給砸了。而且這樣離譜的軍紀管理，上次哥會不會覺得把過去做的這個大外宣 Top Gun 很帥氣的這個捍衛戰士的形象的臉都丟光了？當我們從外人看來講，當然覺得哎，怎麼會這麼邋遢哈？怎麼會這麼丟臉？可是實際上在這次的事情上，可以看到，其實美國至少現在美國軍方是很認真在對待處理這個問題，包括這次涉毒案的相關的事情的公布，因為查了好多年哦。所以到目前為止，於是大家就會主要來思考是，雖然你說這些涉毒也好，情緒不穩，做出一些失序，比如放火這些動作，它其實都會有，只是說這次現在的規模為什麼這麼大？所以以美國方面，叫美國是這樣子，我覺得跟台灣很多不一樣。美國至少在整個他們的這個軍事管理體系裡頭，對於心理問題這件事情的話，包括裡頭的心理醫生是非常非常龐大的系統，而且包括他們的整個學術研究，對於軍事的封閉環境當中，可能心理出現什麼樣的狀況，是到現在都是持續在關注哈，都有很多心理醫生的配置。像我們在台灣都沒有什麼心理醫生的配置，我們在找輔導長，對，我們叫輔導長，當然就我們啊，我們這些以前這個念文科的哈，所以現在在這一次以這些吸毒來說，他們發現其實從3個角度來看，第一個就是其實剛剛幹哥提到的，大家在關注是不是現在派駐的時間太長。因為過去來講，按照規定來講是6個月，也就是說大概180天，你一定可以上岸，甚至一定可以回到那個派駐地所在。如果你還在歐洲派完，你還是可以，比如在希臘就直接飛回，機票給你，就可以飛回美國本土去看你的家人。但是現在呢，特別是以中東波灣的部分狀況，包括先前烏克蘭戰爭也是，派駐的時間延伸甚至長達300多天哈。那這個300多天，大家覺得沒怎麼多少，可是要知道，想象在這個即使是航空母艦，大雖大，可是每個人個別的生活空間，這裡頭的上網各方面，你沒有辦法剝離開，在這麼高壓的這個環境之下，它真的就像關起來一樣，所以心理產生巨大的部分的扭曲。而這個扭曲，尋求毒品，尋求變成失序的動作，破壞馬桶，最後再燒那一些洗衣房的部分。現在其實美國是蠻認真在看待這些事情的嚴重性，不只是在查犯罪在哪裡，主要找出原因啊。你找出那些其破壞者本身，你只是法辦，原因沒有找到，其實美國還是認真找的。所以包括現在包括毒品的原因也是。於是這波毒品的原因，除了剛剛講這種毒品不應該之外，也發現說，在整個美軍體系裡頭，長期以來都有販毒的網絡。這個暗網，無論進出、收費或各方面的探索，其實雖然都知道，但沒想到這麼嚴重。這些裂痕須賀主要在日本的這個駐軍基地那邊才會嚴重到這個程度，所以才會查了這麼久。所以現在看起來是這樣子啊。無論如何，這個部隊的
他們官兵的心理素質，你美軍再優秀都一樣。我相信這對於台灣，我們是中華民國國軍也是很重要的注意的地方。現在台灣現在這種所謂的這個煙毒的這個東西，這個喪失就是隨便塗抹一下，你覺得在部隊裡頭沒有嗎？所以要認真面對問題，而且還要建立真正的打仗的中心思想。你沒有一個中心思想在的時候，你終究很多東西變得很荒蕪，會尋求毒品或其他破壞方式來宣洩自己了。了解。好，剛剛上次哥有提到，這個在雷根號上面的毒品事件呢，或許只是美軍龐大體系裡面的冰山一角，露出來水面的一部分，沉在水底下的還有多少？我們先不得而知，但我做一個假設跟陰謀論，難道是這個毒品毒梟們已經把他们的人脈安插到美軍裡面？哇，這個如果是這樣，真的是無間道現實版啊！那當然，這個我們先不要把這個電影情節太認真，但我們先退1萬步來講，大使您認為雷根號這起事件究竟是一個單一的軍紀事件，還是說其實在美軍體系裡面更深層的地方已經開始拉警報？我想這個軍隊其實也是社會的一個小縮影啦，因為軍人也不會脫離社會，是，他也大部分從社會來的哈。那不過我比較覺得他這個比較特別是，他是在承平時期，然後在這個航空母艦發現了一個群組在吸毒，還販賣毒品，這個比較嚴重。那承平時期啊，那這個一般的軍事基地啊，跟航空母艦完全兩回事啊。航空母艦是美國最重要的、最敏感的作戰的一個堡壘啊，而且它這個在海上，那它就跟一般的地面部隊完全不一樣。對於這個所謂的這個船上5000名官兵的，他的紀律跟管理，還有他的心理上的這種各種狀況，它是非常非常嚴格的啊，因為它都是一個科技化的軍種。那這裡面每個人都有一個很重要的職位在裡面，發生這樣子的情形是，我覺得美國一定會很重視。其實你如果說軍隊跟毒品啊，那美國的軍隊跟毒品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過往以前的歷史，尤其是越戰時候，越戰時候，事實上的話，那時候有些不同的統計啦，我看了幾個報告。美國軍隊在越南軍隊20%吸食海洛因嘛，美國政府也沒辦法。那美國的特種部隊要派出去前，他背包裡面帶的不是安非他命就是鴉片。他甚至軍隊在上前線的時候，軍方還給他一些興奮劑跟什麼提神劑，因為他要防止打瞌睡，他要防止他精神崩潰，有很多的藥品。安非他命就在那個時候很盛行的啊，所以這個是戰時啊，那時候陸戰的部分嘛，對不對？那時候已經打了那麼久，美軍的傷亡那麼多，幾十萬部隊死了54000人嘛，那個傷亡非常重的，所以他們那些軍隊事實上心理壓力是很重的。有一些那時候當兵的這些越戰士兵講，就是說他們下了任務以後，就是在一群人蹲在樹下在幹嘛？在吸毒，然後呢，這個是他們發覺最好的放鬆方式。可是這個事情發生在雷根號上就有問題啊！你知道雷根號是爽缺，雷根號它是有海外加給，它一直在這個橫須賀啊，在日本。那日本又是聲色犬馬的，它有什麼壓力啊？對不對？我看是過太舒服了。那問題就是說這是一個系統，所以這個問題就很嚴重。是。那這樣的情況都會出事的話，如果在壓力之下，福特號。對不對？就是一個壓力測試，哇，軍官軍又造反了，還不止吸毒了，把你床都給你燒掉。那所以就是說，我覺得現在的戰爭會越來越有很大的心理壓力，越是複雜的武器啊，它很可能一顆這個艦隊艦飛彈，它就全部完蛋了。所以這個壓力，我覺得這個心理的問題哈，我想也不只是美軍會面臨啊，所有各國的軍種大概都會面臨這個問題啊。好，也呼籲大家一起來關注這個軍人的心理健康了。我們待會回來有更多的討論。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
支持我們製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